企业知识库升到毕升 2.6，RAG 会自动变准吗？不会，版本号解决不了资料切坏、条件没校验，还有生产链路没测过的问题。很多团队都会遇到这个场面。合同、审计报告、制度、产品资料和项目案例已经重新解析进知识库，页面上也写着 2.6，下一步看起来就是把新版混合检索全部打开，但已经升级和能稳定回答中间还隔着一整套验收。有个当前部署里连续调用新版纯检索后，查询已经结束，部分底层连接却没有及时释放，团队没有硬切，正式链路先保留稳定的关键词检索，再复现问题做对比测试，这只是一个环境里的现象，不能拿来判断所有毕升 2.6。它提醒的是倒很普遍，功能更全，不等于可以直接进生产。先把 RAG 说清楚，用户问一句话，系统先去企业资料里找出相关片段，然后把问题和这些片段一起交给大模型回答，这就是检索增强生成模型，最后能回答什么，先受它拿到的资料限制。所以升级时别只盯着最后的回答，资料怎么进来，怎么切，怎么搜，哪些片段能送进模型，答案怎样回到原文，都影响准确率。2.6 确实改了其中几段交接，不过它不会替团队把每一段都收拾好。先说一个容易误会的点，毕星 2.4 已经不是只靠一种检索，它一边用米尔维斯做向量检索，一边用伊拉斯蒂克搜索找关键词，两边的候选，再做融合排序，合成一张清单。向量检索擅长理解意思，你问员工出差住酒店最多报多少，文件里写的是差旅费管理办法，两边用词不同，向量仍可能把它们连起来。关键词检索擅长找原词、年份、证书编号、产品型号、人名、金额，这些东西不该完全交给意思差不多，你明确要2025年审计报告，2024年再项也不能替代它。RRF 的作用是让两路检索各自排队，同一份资料在两边都排得靠前，最后通常也更靠前，这样不用硬，比较两套检索分数谁更大。所以2.6 不是第一次给 Bishop 加上混合检索，它更多是在检索前后补齐资料结构、调用方式和证据交接。先看切片，几十页的审计报告不能每次整本塞给模型，系统会把它拆成一段段可检索的知识片段，模型最终看见什么，先由这些片段决定。过去常见的做法是按固定长度、重叠和分割符来切，它好实现，却不认识章节，剪刀刚好落在标题和正文之间，审计意见留在上一段，具体结论跑到下一段，表格里的年份也可能和后面的金额分开，文字都在，关系却断了。2.6 为 Word 和 Markdown 增加了按标题层级切分，标题和它管的正文会尽量放在一起，这不是让模型突然变聪明，是减少标题、条件和结论被切散以后，模型只能猜上下文的情况。不过历史资料不会自己重切，文件要重新解析，新策略也要真的启用，旧资料才会得到这个改进。同样，版本组和主版本也不是自动整理员，团队要先把同一份制度的修订版归到一起，再指定哪一版应该进入检索。这时导入 Agent 的工作会变，过去它可能既要解析 PDF、补 OCR、切正文，又要识别这是什么资料，属于哪个部门，哪一年有效。升级后通用解析、切片和索引，优先交给 Bishop 导入 Agent， 反而更该盯住企业资料自己那部分，比如稳定的资料编号、业务分类、年度和有效期，比如合同的签章页、审计报告的意见页，能够直接复用的原图和原件，还有解析失败记录，这些不是切出几段文字就能得到的，它们决定的是资料以后能不能被正确筛选和复合。接着是检索，传统 RAG 通常查一遍，拿到几段材料就开始回答，简单问题没问题，复杂任务往往不够。比如有人要找2023年以来的同类项目合同，还要判断他们是否符合这次客户的行业、金额和交付时间，系统不能只搜一次同类项目就急着下结论，它得先找候选，再看年份、客户行业和金额，资料不够再换一组词查。2.6 允许模型根据已经找到的材料决定是否继续调用知识库，查询改写，也就是查询改写会把出差住酒店最多报多少补成差旅费管理办法、住宿标准、城市等级、报销额度去找。大问题还可以拆成几条证据线，多查几轮不是免费午餐，它会多花时间，也会带来改写跑偏的风险。合同编号、年份、金额这类硬线索仍然要保留原词，只有模糊提问、跨文件问题和证据不足的任务才值得让模型展开。团队还要规定什么时候停，哪些结论必须让人确认。这也解释了查询 MCP 为什么还不能退场。2.6 提供的纯检索能力做的事儿其实很单纯，给一组查询词和知识库范围，找回相关片段，向量检索、关键词检索和融合排序都可以交给 Bishop，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必须是2025年审计报告，就不能拿2024年材料凑数。查询 MCP 仍然要理解业务问题，还要补检索词，检查文件类型、年份和有效期，合同缺签章页时能不能采用，资料没找到时能不能明确说没有，
候选资料为什么匹配，哪里有风险，都在这一层处理。最后由项目层记录本次任务采用、取消采用，还是待复核。不要把一次项目判断直接写回公共资料库。多知识库一起查时，这层尤其重要。外部检索入口并不会把所有知识库的结果统一排一次名，外部 agent 仍要整理候选，去重比较来源，再交给业务规则检查，还有权限。工作台里按当前用户过滤文件，不等于外部查询链已经天然有了用户级权限。操作员能看到什么和最终用户能看到什么是两件事。再看引用，不少人会问，用户点开一个编号引用，是不是系统又把 PDF 打开，从头查位置？不是。2.4 导入资料时，切片通常已经带着原文件编号、片段序号以及解析器能提供的页码和坐标，原件只保存一份。检索命中后，系统返回片段正文和这些原数据。用户点引用时，系统按文件编号查文件记录，检查权限，再生成预览地址。如果当初保存了 PDF 的页码和坐标，还能跳到原文位置，这里会查文件记录，但不会重新解析整份 PDF。2.6 的变化主要发生在这份材料交给回答模型以后，文件名、文件摘要、片段正文和编号引用被组织得更清楚。多个文件、多个知识库的片段放到一起时，模型更容易分清一段话来自哪里，业务人员也能从答案跳回原文核对。这不等于 2.6 重新建立了原文件关联。旧文档只要原件、文件记录和切片源数据还在，通常也能用新的编号引用。想得到标题层级切分或者补上旧文件缺失的页面坐标，还是得重新解析。版本和权限也要早一点生效，过期版本不该参加候选，无权查看的片段也不该被送进模型。如果只在 prompt 里写请不要使用这份资料，模型其实已经看过它了，门装在答案生成之后已经晚了。说回开头，为什么有些团队升级以后没有马上全量切到 2.6 原生混合检索？因为生产系统不只看功能表，它还要看长时间运行时连接会不会积压，高峰期要等多久，正确资料能不能稳定排到前面，出错后能不能回滚。在那个当前部署里，团队先保留只读的伊拉斯蒂克搜索检索，问2025年审计报告 A 型号产品手册某客户合同这类明确问题，关键词检索依然可靠。用户换一种说法，查询层可以补远程办公、考勤、信息安全这类词，它补得不完，却能在稳定性问题解决前保住一条可控的链路。等连接问题复现并处理好，再用同一套企业问题做 A/B 测试，一边是原来的关键词检索，一边是 2.6 原生混合检索，中间再放当前业务查询层，带着回滚开关切换，才知道变化到底来自哪一段。2.6 也不会替团队清理原始资料， OCR 把证书编号读错了，图片没有用途说明，文件名只叫扫描件3，一份合同留了5个版本，这些问题都会原样进新系统。资料错了，混合检索只会更快找到错误。它也不会替业务团队判断资料能不能用，相似度回答的是像不像。业务要求往往更具体，必须是2025年，必须是有效版本，必须有完整附件。库里没有答案时，也不能因为找到一份相似制度就凑出一个肯定结论。所以验收别只问答对了几题，先拿真实问题做基线，材料原名换一种说法的提问，年份限制、图片资料，还有根本没有答案的题，都要进测试集。记录时拆开看，第一条是不是正确材料，前3条里有没有正确材料，错误材料占多少，没有资料时系统会不会老是说没找到。再看生产指标，等待时间、资源占用、连接是否释放、权限是否在模型看到资料前生效，引用能不能点回原文，回滚能不能真的用。这样出了错，团队才知道该修文档解析、切片、召回、业务过滤还是运行环境。2.6 把企业 RAG 的交接做得更完整，准确率还得靠资料质量、业务校验和真实测试一项项跑出来。准备升级时，先把版本号放一边，拿一批真实失败问题去问，正确资料能不能回来，错误资料会不会被拦住，系统跑久了还稳不稳，这些问题跑完才知道升级有没有真正进入业务流程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